地动山摇的那一刻，我的夫君定安伯谢云照毫不犹豫地撇下了我。苏苏，大嫂无处可去，在我们的院子里腾间屋子给她住吧。好，我这就吩咐人安排。快，把我的嫁妆都抬出来，我要运走。想要住我的家，好，那这伯府我也不要了。动作都快一点！来，接好。有什么话不能同我说，非得写作书信？沈苏，你疯了！你要和我和离？是，我要同你和离。你可是怪我昨儿去照顾大嫂没回府中，我同你说过了，大嫂的房屋被毁，人又发着烧，我不能不看着她。我知道，按下手印吧，你我就此和离。沈苏，若是你一定要和离，那你的嫁妆可是不能退还一分的。是，我不带走。伯爷，你若是按了这手印，我今儿便只带着我的贴身侍婢喜儿走，你觉得如何？你若是介意大嫂住在的院中，此事还可商量。毕竟我兄长死前可是千叮万嘱要我照顾他。我一早便知道你娶我也不过是看中了我这商女丰厚的嫁妆。眼下在伯爷心里，王兄的嘱托重于一切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干脆一别两宽，放了妾身自由，让你独自去守着那份信义呢？沈苏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照顾大嫂是我分内之事，你非要这般无理取闹吗？离开定安伯府，你以为你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？夫君，救我！沈苏，你记着，这定安伯夫人的位置是你自个儿放弃的，日后你可不要反悔。我绝不反悔。7年了，当初我嫁进这定安伯府，全是因为我爹利欲熏心，贪慕名利。我家从曾祖父开始走镖，富甲一方，爹停了镖局，做起绸缎生意。可商人的地位到底处处受制。那是伯府的东西。那时，老伯爷谢云和刚死，谢云照袭爵，定安伯府已经败落到连丧礼的钱都拿不出的地步。苏苏，快看，定安伯府下聘了！去了那伯府，你定能过上好日子。爹，商女嫁去破落伯府，怕不是什么好亲事。混账话，那可是侯爵人家。我出嫁那日，运送嫁妆的马车上装满了白花花的银子，足足100万两。看在那100万两银子的份上，谢云照对我体贴了几年，直到那场地震，让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
照顾好安月。谢云和英年早逝，临终前死死抓着谢云泽的手，求谢云泽务必代为照顾好季安月。伯府的门面全靠我的嫁妆撑着，就连季安月自诩才女用的名贵米笔，也是从我这儿拿的银子。我养活了一大家子人，可我的枕边人却理直气壮拿我的嫁妆去全他那份重情重义的好名声。云照，我这院子里的开销是不是太大了些？苏苏到底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总拿她的嫁妆来填补我这边的用度，她若是知晓了，怕是会心生芥蒂的。大嫂莫要多虑，大哥临终前将你托付于我，我理应照顾好你。哼，能用他的钱来奉养你，那是他这个商女的福气，他能有什么介意？自那日后，我便彻底对谢云泽冷了脸。苏苏，你近来怎么对我如此冷淡？可是府中下人伺候的不周到。我近日身子不适，乏了，不想多言。哼，我原以为就算没有情爱，只要守着嫁妆，这日子也能勉强熬下去。直到地动之灾的那日，他却毫不犹豫地抛下了我。此去一别，唯愿永生不见。伯爷珍重。沈苏，你当真要为了我照顾大嫂的事，做到这般绝情的地步？我早说过，那是我兄长的遗愿，我别无他法。不重要了，你的责任你自己去守着吧。跋涉3日，我终于到了运城。虽然爹利欲熏心，但我还有外祖母苏家可以投靠。敢问是哪家小姐或是夫人？同苏老夫人道一声，说是外孙女沈苏来拜会她。这镯子是信物，呈给老夫人便知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表姑娘来了。苏苏，你当真同你母亲生的极像，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一会儿让给表姑娘安排住处，要最好的屋子。是。可惜你2舅3舅不在，没这福气。你表姐在临县，我这就派人去换。苏苏，你可嫁人了，夫君待你好不好？这个定安伯真是不堪为人！地动这样大的灾情，竟然将你扔在家里，还想昧了你的嫁妆。你那父亲是怎么当的？满心眼里只想攀附权贵，一点不想着你。若是外祖母在都城，一定替你撑腰。苏苏在和离前已经寻镖局连夜运走了嫁妆，眼下那嫁妆已在运城的分局中了。当年的银子只剩下了50万两，苏苏不能在外祖家白吃白住，请外祖母务必收下。苏苏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是我的亲外孙女，我为什么要贪你的嫁妆？你就在外祖母这儿安心住着，这些钱外祖母寻人专拨一间库房给你装着，一一登记入库。若有一日你再觅良人，外祖母给你添装，再一并带走，可好？听外祖母的就是。你这孩子，走，同外祖母一道去用膳。以前在伯府，我要把1分钱掰成2半花，照顾那对薄情的父子；但在苏府，我可以睡到日上3竿。表姐，快看这帕子，花样是都城没见过的。苏苏，你就安心住着，将这儿当做自己的家一样。多谢舅母。
祖母、大舅，我从前在伯府多年，一直亲手打理家中所有账目，对账、合账、盘账都极为熟练，从来没有出过一丝差错。我瞧着大舅每日打理钱庄事务太过操劳，我如今在府中无事可做，若是大舅信得过我，我可以去钱庄帮您核对账目、打理杂物，替您分担一些辛苦。苏苏心思细，稳得住，是个能干的孩子，你便让他去帮帮你，也好减轻你的负担。我早知道苏苏聪慧稳妥，既然你主动愿意帮忙，那钱庄对账的活儿往后便交由你一试。多谢大舅信任，我一定好好核对，绝不辜负您的托付。苏苏，这查账的活儿交给你，我比谁都放心。大舅，账目清清楚楚，没问题。既然账目无差错，那我便先回府陪伴外祖母了。苏苏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谢云照，苏苏，跟我回去，伯府不能没有你。沈苏，你给我站住！绝对不能被他缠上。这位姑娘，你小心些。公子，对不住，我方才跑得急了些。你是明冲表哥？苏苏表妹。沈苏见过表哥。表妹，你行这礼可就折杀我了。你是谁？你放开他！苏苏，跟我回去吧。谢云照，在都城也就算了，你还上越城来撒野来了！你给我滚！别让我再看见你！表妹，他是谁？一个一事无成、有花心的坏胚子罢了。沈苏，你竟如此大逆不道！我可是定安伯。定安伯没听说过，陛下只知道这运城大半生意都属苏家，算是苏家的地盘。是谁敢让你对我苏明川的表妹无礼呢？你要对本伯族做什么？表妹看我的。这一脚是为了我那100万两被狗吃了的嫁妆。哎呦，苏苏，求你们别打我了！果然还是从前那个草包，
硬气不了3秒。表哥，我们走吧，别闹出事来。好。表妹，娘差我出门去买些菜来，她说要给你露一手，亲自下厨。你可要同我一道去？自然是愿的。表妹，就这么把他丢在那儿，不管他的死活，不要紧吗？表哥不必担心，他方才一个人追得急，怕是将伯府那些侍卫落在身后了。这会儿那些人定是寻过来了，过一会儿自然会有侍卫载他去医馆的，死不了。沈苏，你这商女竟敢如此轻贱本伯爷！伯爷，快抬起来！轻点儿！你们这帮废物，想疼死本伯爷吗？快载我去医馆！表哥，还没来得及问你，听大舅说你去沈阁相验，这是刚考完就赶回来了？正是，京城城门刚开，我便进城了，连家门都没进，直接去给母亲买了她念叨许久的云记酥饼，这才撞见了你。舅舅可是一直夸你，说苏家的门楣以后就靠表哥这支生花妙笔来撑了。表妹，有一事，你可千万要替我瞒着。什么事竟让表哥如此小心？难道是乡试？我这次去乡试，骗我爹是文士，其实考的是武举。武举？嘘，小声些！我的姑奶奶，这要是传到我爹耳朵里，这越城的青石板路就得是我屁股的归宿了。那若是你考上了，那报喜的人来了家里，可就瞒不住了。到时候大舅若是看到红掌上写的是武举人，你该如何收场？能瞒多久是多久吧，只要报喜的官差晚来1天，我也能多睡1天安稳觉。爹若是对我上了家法，我可得有个7、8天起不来床。苏苏表妹，你可是最心疼我的，对吧？好，就凭表哥方才替我教训谢云章那股劲头，这忙我帮定了。我一定想方设法替你瞒着，哪怕是大剧问起，我也只说表哥在考场上文章写的那是妙笔生花。我真是看走了眼，这瞧着长身玉立、俊美非常的表哥，骨子里竟然喜欢舞刀弄剑。公子，接好嘞！果然人不可貌相。表妹，这条鱼肥美，正好给娘露一手。表妹，买齐了，咱们回府。看来那些侍卫还不算太废，这么快就把人抬走了。碍眼的东西总算清干净了，走，进屋用膳。恒儿，这些日子考学辛苦了，快尝尝娘的手艺。考得如何呀？题难不难？尚可吧。皇上年初才下令，士农工商4等不分贵贱，皆有科举的资格。宠儿，你可要好好把握这机会。若是你将来做了官，有朝一日也能恩临咱们苏氏，你回来后给我好好收收心，别整日想着去练武场找你那帮狐朋狗友。爹，快吃，娘做了多好吃，小心凉了。大舅，其实苏苏觉得多练武也不错，若是中了武举，也能做武官，更能护着苏氏，对不对？哼，说是这么说，可武官是要上场打仗的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若是出了什么事儿可怎么办？不会的，爹，武官。表哥，劝大舅得慢慢来，现在说破了，你今晚就得跪祠堂。多吃饭，多吃饭。
苏苏，你是知道你表哥的，他心性不定，我就怕他嘴上答应收心，转头又去练武场和那些人厮混。苏苏，舅母特意嘱咐你，你便每日送他去学堂，待下学的时候再去唤他回来用膳，可行？舅母放心，苏苏定会看好表哥的。表妹，还是你有法子，这一招瞒天过海简直绝了。表妹，辛苦你了，晚膳时再来寻我。表哥，你快进去吧。晚膳前我会去司府那边绕一圈，做出接你的样子，保准大舅瞧不出破绽。表姐，你看我这对鸳鸯绣的可还行？大舅那脾气，若是直接说表哥考了武举，怕是真要动家法，得想个万全之策劝劝他才好。表姑娘，表姑娘，不好了！表姑娘，慌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门外有个陌生男子寻到咱们府上来了，他非说他是您的夫君，是丁安伯谢大人。表姐，那人竟追到这儿来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去会一会他。表姐，我也要同你一起去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何等无耻的小人。苏苏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站住！哪儿来的厚颜无耻之徒，竟然敢在苏府大呼小叫！苏老夫人，晚辈乃定安伯谢云照。这苏府的门第虽高，可也得讲个理字吧？理？老身活了这一辈子，只见过登门谢罪的，没见过像你这般翻墙入室的。这苏府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吗？苏老夫人，晚辈此行不是为了吵架，我是特意来接苏苏回去的。毕竟夫妻一场，总不能一直这么僵着。这些日子卓妻多有叨扰，还请老夫人多加担待。苏苏这性子确实被我宠坏了，让您费心了。我呸！谁是你卓音？我表姐已经同你和离了，文书还在呢。苏苏，闹了这么多天，气也该消了，跟我回去吧。我已经为大嫂另外寻了住处，往后这伯府主院只有你，以后我会多顾及几分你的感受。还有，只要你乖乖跟我回去，你趁乱擅自卷走100万嫁妆逃跑的事，本伯宗可以大发善心，不予追究。不予追究？只要那50万两银子归位，你依旧是定安伯夫人。否则，大周律法，妇人私藏财物逃离，可是重罪。苏苏，你该明白，离了伯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谢云照，你的脸皮怎么比城墙还厚？我的嫁妆什么时候竟成了你的了？你在我面前大周律法，你当初想吞了死里逃生的妻子的嫁妆时，律法在哪儿？你，沈苏，你竟敢打我！我是定安伯，我是你的天！谢云照，你敢动我苏家的人一下试试！来人，将这厚颜无耻、目无法道的畜生给我打出去！是。你们敢？我可是……哎呦，哎呦！你们这群刁奴，本伯爷乃定安伯。呸！什么伯爷？到了苑城，天大的官也得讲理。欺负我家表姑娘，怎么打你都不多。
快瞧，这就是都城来的大官，瞧着被婆子追着打的样，真给祖上蒙羞。呸！地洞的时候怎么就没落下一块房梁，把这忘恩负义的畜生直接压死呢？省得他今日还敢跑来恶心人。老夫人说的对，那种人就该被压死，省得他现在一边嫌弃咱们沈家出身低，一边又死乞白赖的追着您的嫁妆。他当然希望我死。他敢！我苏家还没绝户呢。外祖母，您看，这就是我这7年全心全意对待的夫君。他今日来不是为了接我，是为了接那50万两银子。既然他这么喜欢银子，老身就让他知道什么叫人为财死。传话下去，守好各处。那姓谢的若敢再靠近一步，不必回禀，直接打断腿送官。是。谢云昭，你想要我的钱去全你的道义？是。那我便让你一无所有。伯爷，你没事吧？这苏家人简直疯了！沈苏，你这泼妇，你等着！你以为苏家能护你一辈子？那都是我的银子，都是我的！我原以为都城的伯爷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，没成想竟是这种下三滥。表姐，你瞧他那副火烧屁股的样子，哪里是来接人的？这姓谢的也太过分了，肯定是眼馋表姐的嫁妆，跑到这儿演深情戏呢。可不是嘛，小姐，您忘了，去年冬月，大伯母说心口疼要吃那什么南海珍珠粉，伯爷二话不说就从咱们库房划了3000两银子去，连个借条都没打。明柔说的对，他哪里是离不开我，他是离不开我这个金疙瘩。小姐，您的嫁妆全填了伯府那个无底洞，连谢云照那个伯爷的虚名都是靠您的银子在都城上下打点才保住的。他领着那点微薄的俸禄，连大嫂的一盒胭脂都买不起，这7年全靠我的嫁妆养着他们。哼，地洞那天他抛下我的时候可没想过有今天，如今我走了，他这定安伯府怕是撑不久了。苏苏，看着这种无赖在门前狂吠，你心里可还憋屈？外祖母，我想跟他撇清关系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想再见到这种脏东西？他委实欺人太甚，本已经签了和离书，却敢在外面嚷嚷着要霸占你的嫁妆，现在看你回了苏家，竟还敢来纠缠，真当我苏家没男人了？苏苏，老身问你，你做了那7年的伯府夫人，管着那偌大的家当，那谢家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肮脏把柄落在了你手里？都城公侯之家多有阿杂，可谢家这一件足以灭门。外祖母，您这一问倒是提醒我了。表姐，难道那破伯府真的藏着什么要命的事儿？外祖母，您可知定安伯府这爵位是怎么传承到谢云照手里的？开国功臣虽只是最低等的伯爵，但那也是皇恩浩荡。皇恩确实浩荡，当年封爵，谢家分到了公田与私田，私田可由子孙永袭，可公田那是有年限的，公田限期40年，到了期必须悉数归还皇室。我当初为了替他们省下那1两2两的开销，几乎翻烂了伯府100年的账本。这3000亩公田
只要在册子上改成私产，谁也查不出来。伯爷放心，年限到了，咱们只报一半上去，剩下的一半神不知鬼不觉。在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谢家表面的清高下，藏着多大的胆子。谢云照买通了衡量田地的官员，侵占了整整1半的公田。外祖母侵占公田，那可是实打实的欺君之罪。若是闹大了，谢云照不仅保不住那顶乌纱帽，谢家满门的脑袋都得悬在菜市口。苏苏，你这7年苦心经营，倒是给谢家攒下了一道最后的灵符。把柄虽大，可官官相护。谢家在都城毕竟有些根基，若无人能直达天听，这把火怕是烧不到谢云照身上。傻孩子，你外祖母娘家能在运城立足100年，靠的可不只是银子。我娘家苏氏有一房弟兄，虽不在内阁，却在朝中占了个最要命的位置。他官阶不高，区区5品，却是督察院的御史。御史？那是拥有谏言之权的御史。外祖母虽然老了，但在那帮晚辈面前，说话还算有几分分量。乖苏苏，你就等着瞧吧，很快这封密信就会顺着水路直抵都城。小姐，你看那跟屁虫脸都绿了。表哥，咱们去别处瞧瞧吧，那儿的空气有些浑浊。好，有我在，看哪个不要命的狗杂碎敢靠近你半步。表妹，这运城的河水深得很，不知那些偷鸡摸狗的户色若是掉下去，能不能浮得上来？表哥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怕是会脏了咱们苑城的河。哈哈哈，表妹说的对。苏苏，练了半日功，肚子早空了。走，表哥带你去吃这运城最好的文思豆腐，那滋味京城可寻不到。那苏苏可要好好尝尝。哈哈哈哈哈！明初，你小子考完武举就没影了，哥几个正说要寻你喝酒呢。哈哈哈哈！这是我表妹。客官里边请。哈哈，名称别扭捏了。苏苏，这是我一道考武举的同盟，许久未见了。你先去那间名为雅兰居的雅间坐着，表哥寒暄几句，速速就来。表哥，你与好友许久未见，好好叙叙旧吧。苏苏，我终于又见到你了。别碰我，恶心！恶心！你从前最喜欢我为你挽发。苏苏，跟我回去吧。你做梦！谢云照，你既然已经签了和离书，就该明白，强扭的瓜是不甜的。你们是谁？为何守在雅兰居门口？此地已被我家主人包下，公子请留步。
把门打开。沈苏，是因为有了更好的瓜吧？你看上了那个表哥对吗？你们日日厮混，形影不离，在苑城的大街小巷招摇过市。所以，是因为那个五夫，你才不想跟我回去的，对吗？滚！你这个小人，我不像你，满脑子这些勾当。沈苏若掉一根头发，我要你们谢家满门陪葬。苏公子，这是伯爷家事，您虽是表亲，越界也太过了吧？滚开！谁啊？不要命了！救命！你敢这样对我表妹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救我！我是丁安伯，你杀了我，苏家也要陪葬！不要，表哥，不要闹出人命！为了这种小人，赔上你的前程，不值当。把他放下，表哥。苏苏，救我！姓谢的，你自己选吧。今儿要断几根肋骨？罢了，表哥，停手吧。表妹，这无赖如此对你，若今日我不废了他日后定还要像苍蝇一样恶心你。哥哥为了这种货色，不值得让你沾上人命，脏了苏家的手。再者说，我自有办法收拾他。这种草包，确实不配浪费我的力气。表哥他这副德行，瞧着就倒胃口。我们回去吧。表妹，还能走吗？应该能行吧。表妹，冒犯了，我送你回去。快看，那是表姑娘！天爷，公子怎么把表姑娘背回来了？这成何体统？就是。宁抗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快放下来！你这样唐突你表妹，你是要毁了她的清誉吗？你让她以后怎么嫁人？表妹，对不住，我当时只想着你走不了路，急着送你回来，一时没想那么多。舅母，您别怪表哥，今日在酒楼，若非表哥救我，恐怕您再也见不到苏苏了。今日多谢表哥了。表姑娘，夫人刚下厨做好的蜜糖藕，掐着点儿给您送来了。夫人说了，这藕得趁热吃，最是软糯。小姐，这可是这礼拜第3回了。舅母以前总嫌着费功夫，如今倒像是不要钱似的往咱们这儿送。舅母今日气色可好？好的不得了，方才还拉着奴婢的手打听，问表姑娘喜欢什么花样的料子，说是要给您裁一身石杏林的秋衫呢。
嬷嬷，你瞧苏苏这孩子，生得好，脾气稳，关键是那份处变不惊的劲儿，配咱们家明君，是不是越看越合适？夫人好眼光，自打那日公子把表姑娘背回来，老奴就瞧出意思了。这孩子若是能留在苏府做儿媳，那是咱们苏家的福气。这几日我多疼他些，他定能明白我的心思。苏苏呀，这几日气色红润了不少，那蜜糖藕可还顺口？若是吃厌了，舅母明日给你炖燕窝鸽子蛋。多谢舅母挂心，不敢劳烦舅母了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劳烦？在舅母心里，你早就不是外人了。表哥，书都拿到了。表妹，你别取笑我了。离武举放榜的日子越近，我这心里就像提了15个水桶，七上八下的。表哥，我看过你在练武场上的样子，那是真正的英雄风采。相信自己，你一定能考上的。表妹说的对。嬷嬷，你快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俩孩子早就有情分了。夫人，这亲事怕是稳了。舅母，听小翠说您召苏苏过来，可是有什么要紧事？快，苏苏，坐到舅娘身边来。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和你闲话家常。苏苏啊，舅娘平日里虽疼你，却发现对你的生辰忌讳竟知之甚少。你且同舅娘说说，你是哪年哪月生的，属相又是什么？苏苏是庚戌年6月18出生的，属相是马。那出生的时辰呢？可是具体的？听我爹提过，是未时3刻，正值午后。恭喜夫人，这日子这时辰当真是大吉大利。舅娘，苏苏这些事儿可是有什么不妥吗？哪儿的话，好得很，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刘嬷嬷，你去把东西拿来。舅母，这镯子成色如此贵重，苏苏不能收。长辈赐，不可辞。这镯子是你外祖母当年给我的，我一直收着。如今瞧着，倒是极衬你。过2日，舅母带你再去街上扯几身时兴的衣裳，都要最好的料子。咱们苏府的姑娘出去可不能被比下去。舅母，真的不用了。上回您给裁的那几身秋衫，我都还没穿完呢。那哪能一样？以前是客居，往后自然有更多体面场合要穿。咱们做女人的，亏了什么也不能亏了打扮。小姐，夫人今儿这是怎么了？问八字也就罢了，
这镯子老奴认得，夫人平日里宝贝的紧，连明柔姑娘想摸一下都要挨训的，怎的今儿说给就给您了？我也觉得奇怪，这镯子成色极好，放在都城也是难得的珍品。平白无故给我这样一个贵重的镯子，就讲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？小姐，小姐，老夫人召您去主屋呢。小姐，快随我去主屋，老夫人说是有天大的好消息。天大的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能让你急成这样？您去了就知道了。那定安伯府啊，要大祸临头了。外祖母，深夜唤苏苏前来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苏苏，你瞧瞧，那定安伯府侵吞宫田的事儿，被直接捅到皇上面前了。定安伯好大的胆子，欺君罔上！来人，将谢云照捉拿归案！本官是定安伯，你们放开我！皇上旨意，捉拿的就是你。定安伯废除爵位，男子留役3000里，女眷没入为婢。苏苏，从今往后，你再也见不到那姓谢的了。苏苏多谢外祖母恩情，若非外祖母运筹帷幄，那谢家不知还要纠缠到几时。傻孩子，外祖母不护着你，护着谁？快起来！既然已经有一件喜事了，那儿媳就向母亲再求一件，也算咱们苏府双喜临门。怎么今日舅母那笑容里透着一股子算计的味道？苏苏这孩子是个品性好的，这些日子我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我家明训呢，虽粗鲁些，却也是个知冷知热的。不如请老夫人为他们赐下婚事，亲上加亲，可好？娘，舅母，原来这些日子的蜜糖藕和玉镯子，竟是为了这个。舅母真是误会大了。外祖母，舅母她怕是误会了什么，还请外祖母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是啊，祖母，成儿视苏苏表妹如同亲妹一般，和明柔是一样的，自然不可能对表妹有什么非分之想。苏老夫人大喜呀！苏公子中举了！中举了，快去开大门！舅母，先别想别的，表哥考中了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，快去瞧瞧。恭喜苏公子啊！此番中了五谢元，以后定是前途无量。什么？五谢元？逆子，竟然骗了全家人！表哥运气倒也算好，大舅前几日去北方同二舅会合做生意去了，否则今日恐怕真的免不了一顿家法。外祖母，舅母还没醒呢，还是先去看舅母吧，等她醒了再教训表哥也不迟。
本以为大舅回来会是大发雷霆，没成想他比我想象中要心平气和许多。看来我先前寄去的那封信有用。大舅，表哥并非顽劣，而是志在武官。他天生就是优秀的武苗子，强殴他从文只会折了他的灵气。武官并非都要冲锋陷阵，若有一日表哥能做到大将军，那才是真正的光宗耀祖。罢了，你们都出去吧。舅母，对不起啊，之前让您误会了，这镯子还请收回。是舅娘误会你了，对不住啊，是她没有那个福气寻到你这样好的媳妇儿。只是舅娘早将你当作亲女看待，日后定要为你再寻一门好婚事才行。舅母，我不想嫁人了。什么？我想同大舅一道学着做生意。为何？苏苏，你可是吃过苦头的，难道还不明白这世道对女人的艰难？听舅母一句话，趁着如今年华正好，苏家又是你的底气，寻得体贴的夫君，在府中相夫教子不好吗？这样的日子固然是安逸，可终究不是我想要的。这才是我想要的人生。何必要和你大舅一样，整日为了那几两散碎银子东奔西跑，日日风吹雨淋，受那帮商贾的安撒气？舅母，我嫁过人了，所以才知道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。舅母，多谢你对苏苏的照拂。苏苏，你这是将舅母当外人了。可不敢呢，以后我若是在外面跑生意，我带来的那些嫁妆银子，还要舅母费心替我管着呢。你呀，好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舅娘支持你的决定。苏苏啊，到了南边多加衣裳，千万别贪凉，让厨娘把腌菜给你寄过去。受了委屈就回来，苏家永远是你的家。表姐，别忘了我的珠花，我要江南最时兴的严氏。你要的东西，表姐一定给你带回来。表妹，放心去，若有哪个不长眼的欺负你，立刻写信回来告诉我。我虽然还没考上武状元，但揍几个瘪三还是绰绰有余的。陈小姐，我们该出发了。苏苏走了，诸位保重。一定要平安回来啊！我会的。让他们加快速度。干什么？别推我！这处扒位原先就是我们陆家的，苏家的船怎么说停就停？这扒位明明是昨儿向码头上报备过的，你们陆家的船迟了一日才到，怎能说是我们占了你们的位置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苏家远道而来，不懂江南码头的情形，倒也不奇怪。哼，大舅，他这是明摆着气咱们初来乍到。陆安，少东家，陆少东家，
既然苏家的船昨日已经报备，这婆位便是苏家的，陆家的船另寻位置。可是少东家，陆少东家处事公允，苏某佩服。本就是陆家管事失礼，这位是？这是我外甥女沈苏，这回跟我南下，学着看些生意上的事儿。陆公子，沈姑娘，陆家在江南经营多年，本就是苏家要谈合作的对象，却没想第一次见面会是如此场面。姑娘家看生意倒是少见，哪懂什么码头的真规矩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照规矩，此处泊位确是苏家的。规矩若今日可因人情而改，明日便会乱了秩序，这码头还如何行船？陆安，向沈姑娘赔礼。沈姑娘，是陆某失礼，请姑娘海涵。无碍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苏苏，头一日来江南，便让陆家的人当众赔礼，你这丫头倒比我想的还厉害些。大舅莫取笑我，我只是照着码头的规矩说话罢了。苏苏，在别人都觉得你只是跟着长辈出来见世面的姑娘时，这一手规矩压人最是管用。这位陆家少东家，倒是与我从前见过的人都不同。苏苏，舟车劳顿了这么多日子，这2天你就在屋里安心歇着，别急着操劳。大舅，我不碍事的，歇这1日就够了。明天我想跟您去账房瞧瞧。听说了吗？这就是都城回来的那位表姑娘，还是和离过的。跟着长辈出来见世面也就罢了，生意场上的账，哪是困在后宅的小娘子能算明白的？苏叔，契书已定，若无异议，今日便可签了。陆公子，这契书上写着，若遇雨季水涨，船期延误或色受潮，损耗皆由苏家承担。这是江南水路的常例，沈姑娘有何见教？船是陆家的船，船舱避水与停靠调度皆是陆家在把控。若风险全压给苏家，那陆家的抽成就不是利，而是转嫁。那依沈姑娘之见，该如何改？天灾各担3成，余下4成按责任分。若船舱渗水延误，陆家担；包装不妥，苏家担。按沈姑娘说的改。少东家，这做生意若只图一时占便宜，做不长久。沈姑娘从前专门学过生意？没有，只是管过中府。沈姑娘不该只被困在后宅里。我如今已经更不在后宅了，往后也不会了。那是苏家那位在江南发了财的表姑娘回来了。听说如今天下半数的丝绸生意都过她的手。见。苏苏，这一路走来，百姓口中谈的可都是你沈掌柜的名号。陆公子，若无你那3成力的传气，沈苏也没有今日这般名动天下。外孙女沈苏
携商号捷报，归家看望外祖母。好，老身就知道，我苏家的女儿离了那火坑，定能飞上九霄。表姐，你带回来的江南珠花呢？我可等了1年了。表妹，如今我是武状元，你是女掌柜，咱们苏家这回可是五财双全了。陆公子，这1年你陪着苏苏在江南吃了不少苦头，老身瞧得出你对她的心。老夫人，陆某从未觉得是陪苏苏受苦，能亲眼见证她如何拨动算盘驰骋商场，是陆某的荣幸。苏苏此生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陆某不求她入内宅相夫教子，只求能做她商船上那杆挡风的帆。外祖母，这辈子苏儿认定行舟了。好。以前待在那4方院子里，总觉得天只有那么大，连喘气都觉得闷。如今苏大掌柜自己走了出来，这里的万里秋叶便全都是你的了。陆公子，这1年你送我的礼物还不够多吗？这印章代表陆家商号的1半权限，从此你不仅是苏记的掌柜，也是陆记的东家。那场地动山摇震碎了旧日枷锁，而今风平浪静，我陪你锦绣一生。